一部讲美国各地区民间传说的分段式恐怖片《惊悚50州》。在美国每个州里边都有恐怖故事，这部电影呢就是整理了几个州中的著名传说。第一个故事叫金手臂，发生在密歇根州，是由伐木工人安迪提供，但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他前老板大卫身上的。大卫也是个伐木工人，准确的说是个伐木工加木匠，做手工家具的。他伐的这片林子也是自己家世代种的。大卫的媳妇海瑟是他们县里边最漂亮的女人，俩人从小青梅竹马，大卫也非常的爱海瑟，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哪怕现在手里边的钱不够，也会去先贷款买，然后再多做点家具去还。海瑟她也知道老公对自己非常好，有时候大卫干活的时候，她就在边上陪着，还用胶水在地上写个 I love you， 表达对大卫的爱意。但后来的一天发生了一场意外，这次意外安迪他也很自责。当时是他跟大卫俩人约定好了下午去砍一棵树，那天安迪生病了没法去，晚上大卫跟海瑟还要去参加一个慈善捐款晚会，如果大卫自己去砍，时间上肯定是不够的。两口子商量了一下，就决定让海瑟去帮忙。正常来说呀，这种小树没啥危险，但海瑟不熟练，拉绳子的时候缠到了个树杈子，没有注意到。等树倒的时候，这个树枝子就卡到滑轮上了，第一时间没跑开，大树倒下来就这么把海瑟给压下边去了，砸断了一只胳膊。开始大卫想把他给拽出来，但卡得太死，拽不动。一看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再不处理那就流血过多而死了。无奈之下，大卫只能把海瑟的胳膊给砍下来。少了只手，海瑟就没有之前那么光彩照人了，性格也变得越来越不好。更害怕的是自己不好看了，大卫不爱自己了。但大卫从来就没想过这个，他还给海瑟设计了一个假肢。这个金属手长得不太好看，海瑟觉得不符合自己的气质，就不要这个。见媳妇天天郁郁寡欢的，大卫心里头也难受，基本上是天还没亮呢就上工作室干活去了，争取设计出来一只可以让海瑟满意的手。就这么经过了好几个日夜，终于是做出来了个好看的。海瑟也对这个手很满意，但在材质上他有要求，不想用合金，想要纯金。听到这话，大卫懵了，一只手少说得有好几斤重，现在黄金都涨成这样了，那得多少钱啊？但海瑟不管大哥，我就要黄金的，不是金的我就不戴，你不给我做那就是不爱我。大卫也没有别的办法，谁让他稀罕海瑟呢，也就同意了，还抵押了房子，卖了家里边很多东西，最终是买了12斤金条，融化之后做了个金手臂出来。成品戴上后，海瑟非常的喜欢，这也让她重新成为了小镇里最美丽的女人，两口子的日子也重新回到了正轨。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海瑟病了，这个病叫肺金病，是金属接触多了导致的。大夫给的建议是你把金手臂给摘下来，慢慢的调理就会有好转，如果你一直戴着，用不了多久肯定会死，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但海瑟不同意，表示我死都不能把这个手给摘下来，如果没有他，我就不是最漂亮的人了。大夫想劝说大卫，大卫也不听，他要尊重海瑟的选择。就这么又过了几天，海瑟彻底不行了，临终前嘱咐了大卫，在自己死后一定要把金手臂也一起埋葬。大卫也同意了，毕竟是遗愿嘛。当天晚上海瑟走的就非常安详。心爱的女人死了，大卫对生活也就没有了动力，再加上出现了经济危机，手工家具没有以前好卖了，这就导致之前抵押的贷款还不上了。在种种压力下，大卫做了个决定，去墓地把坟挖开，把金手臂拿回来卖掉，去还银行的贷款。从海瑟死到现在也没过多少天，尸体还没完全腐烂呢。大卫砍开棺材后，发现海瑟的眼睛是睁开的，就好像知道他会来一样，给吓了一跳。帮媳妇把眼睛给闭上后，仔细琢磨了一下，也管不上那么多了，不能因为一个死人的虚荣让我一个活人活不下去啊。大卫狠下心，一刀把尸体的胳膊给砍了下来，拿回了金手臂。这时候海瑟的眼睛又睁开了，吓得大卫赶忙就跑回了家。今天晚上外头刮了很大的风，还出现了震动，把海瑟的照片都震到了地上。
大卫过去一看，照片中海瑟是拿着斧头的样子，一晃神还发生了变化，瞪个大眼珠子的瞅他，觉得可能是海瑟的冤魂。大卫就非常的害怕，跑楼上去了。同时楼下有个人打开了房门，听声音是拿着斧子过来的。等离近了一瞅，还真是海瑟。大卫主动承认了错误，说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把手拿回来，我现在就还你，就准备跟海瑟商量商量。但海瑟不商量，假装离开，勾引大卫出来，从暗处突然出现，一刀封喉，带走了大卫。等警察发现尸体时，两口子是都在床上呢，还手拉着手。附近的好心人帮他们重新下葬，大卫的墓就在海瑟边上。安迪说他们镇里边的人都知道这个金手臂埋在了那儿，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尝试再去挖的。And every one of us knows exactly where that certain golden arm is buried. Just waiting for the taking. But ain't nobody here fool enough to dig it up.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堪萨斯州，由一个警长讲述，说他们州有2个全国闻名的事儿，一是龙卷风，二是失踪小女孩。龙卷风属于自然灾害，而小女孩失踪呢，则是有很多原因。比如警长他们这个小镇，镇里头有一个著名景点，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其中就有一对母女过来旅游了。小女孩的爸爸意外去世，妈妈带她出来散散心。这个小镇里的景点是全国最大毛线团，收藏在小镇的博物馆里。娘俩刚要去呢，被身后的一个路人给叫着了，问东问西的说了一大堆。警长看到后就打发走了路人，怕他把游客给吓跑了，也给母女介绍了毛线团。闺女不想听他们聊，就自己先进去了。博物馆里也有广播播报介绍，说这个毛线球是在1945年开始团的，重量大约是2万磅，高14英尺。做它的人呢叫考克先生，照片也被挂在了博物馆里。据说考克先生做这玩意儿是为了纪念他的2个孩子。闺女大概齐的看了一眼，寻思这破玩意儿有啥意思呀，就准备走了。但手里边的绳被毛线团给拽了一下，跟过去一看，是被拽到里头去了。刚想去检查，毛线球里伸出来了几只手，就把闺女给拽进去了，只有耳机落在了外头。妈妈和警长聊了一会儿，也准备走了，想进来叫一下闺女，但发现人不在这儿，只有那个耳机。博物馆就这么一个门，按说出来我能看见才对呀。他也去附近问了一下别的居民，都说没见过什么小女孩。妈妈的想法是让警长组织一个搜救队，全镇搜索。警长觉得没有必要，妈妈也没太理解他说这个没必要是啥意思，以为是不想帮忙呢，就不准备废话了。你们镇要是不管，那我就去县里，县里不管我就去郡里，郡里不管我就去州里呗，肯定能找人帮忙的。听到这话，警长赶忙就给拦下了，让妈妈在这儿先等一会儿，自己要上外头跟别人商量商量去。妈妈不信任他们，就趴门口偷听。说的这些话啥意思不知道，大概是说什么这是个好妈妈，能胜任什么什么什么。这给他第一感觉是这些人肯定不是好人，妈妈就准备走了。但警长又不让他走了，告诉妈妈你闺女压根就没失踪，她也一直都在博物馆里，只不过现在她不属于你了。话音刚落，另外2个警员就过来制服了妈妈。警长还从嘴里吐出来了个毛线团，要喂给妈妈吃。这毛线是活的，刚到嘴边就自己钻进去了。情况危机，妈妈也做出了抵抗，摸着啥用啥，攻击了警长他们。结果发现这些人都是毛线人，对方人数多，硬打肯定打不过，他就跑到了个仓库，先是把嘴里边这个毛线给拽了出来，又找了把消防斧跟警长他们对抗。警察他们也都是毛线的，就有点类似稻草人的，看着五五渣渣的，其实非常的脆，不用费多大的力气就能给砍坏了。几刀下去，警察和警长就全被砍废了。但死是死不了的，警长的意思是他们很孤独，需要朋友，所以才吞噬了你闺女，我们也只是帮他们满足欲望。这些话啥意思，妈妈还是不知道，
不过基本上也能确定跟那个大毛线球有关了。其实他们这个镇里边的人全都是毛线人，也都跟警察一样，不会让妈妈去靠近大毛线球。妈妈为了救闺女，拿斧子撕碎了整个小镇，这也更加验证了之前警长的猜想，她确实是个好妈妈，为了救孩子可以做一切事儿。几经周转，她也到博物馆了，拿斧子在毛线球上豁了个窟窿，准备进去看看。也确实在深处发现闺女了，并且身边还有另外2个小孩。妈妈回头一瞅，这俩孩子就是考克先生的那俩孩子。现在也没时间琢磨那么多，毛线球也开始自动修复了，用其他的毛线封住出口，把它们堵到里边。刚要动身，身后的毛线把妈妈给缠住了，越挣扎绑得越紧，最终娘俩是被困到了里头。这些事儿是警长的回忆，但在记者采访时，他说的却是这对母子压根就没失踪，是在我们镇参观了个毛线，然后就去别的地方玩了，还向记者保证我们镇是全堪萨斯州最安全的一个镇。We've been talking all this time, and I'm realizing that you have not seen the ball of twine. Come, I'm going to give you a personal tour. 第3个故事发生在俄勒冈州，是有一个叫梅根的标本制作师提供的。他们这儿有很多人都是标本制作师，风格也都不太一样。梅根是属于那种比较暗黑的，做出来的东西缝缝补补，不太好看。他最欣赏的制作师叫里昂，可以说是本地的传奇人物。这个故事呢，也是发生在里昂身上的。当时是一天夜晚，里昂在家里做狐狸标本呢，突然外头有人敲了门。对方说自己是一个卡车司机，有个东西想给里昂看看，但里昂表示今天打烊了，你要是不着急，明天早上再来。你要是着急，后身有一个叫梅根的，他也能帮你做，但是风格有点让人不太好接受。司机的意思是这玩意儿做不做对我来说无所谓，但对你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没见过的物种。听到这话，里昂瞬间就来了兴趣，准备跟司机上车那看看去。结果发现这玩意儿已经碎了，也不是撞的，应该是撞飞之后没刹住车，又给碾了一下子。不过也确实跟任何物种都不太像，里昂就决定给修复一下，看看这玩意儿到底长啥样。司机帮他一块搬进来的，里昂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个哺乳动物，2足行走，可能是猴或者熊，具体是啥现在没法说，得等明天早上拼好的再让司机过来取。完事司机就走了，里昂把这个生物的内脏全都挖了出来，装好填充物后也得到了8、9不离10的样子。整体上来看应该是属于灵长类动物，没准还是人类的近亲。最终查阅了很多资料，是在一本西太平洋神秘物种大全上找着的，说这玩意儿叫大脚怪，但这只呢应该是个小大脚怪。刚准备收工，外头有人敲门了，过去一看是司机回来了，还挺着急的样子。李阳想问问他啥事儿，可把门打开后吓坏了，因为来的不光是司机，还有一只大脚怪，当着李阳的面直接把司机给捏碎了。这一幕把李阳吓了一跳，赶忙就跑回到了房子里，但房门根本就抵挡不住大脚怪，一脚就给蹬开了。大脚怪进到房子里，看到了小大脚怪的内脏，也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死了，非常的伤心，拿着内脏就准备回去了。李阳心眼好，觉得大脚怪挺可怜的，就把小大脚怪标本给拿出来了，告诉大脚怪，你孩子搁这儿呢，你把他给带走吧，并且嘱咐了一声胶水没干，轻拿轻放。大脚怪听不懂啊，也不知道什么胶水没干啥意思，用力一捏，小大脚怪眼珠子崩出来了，这才意识到是被李昂给骗了，所以就把李昂也给撕成了碎片。尸体是梅根第一个发现的，觉得标本制作师的一代传奇就这么死了很可惜，所以梅根就把李昂也做成了标本。 To give him the dignity he deserves. Capture his essence. Preserved forever. Just
第4个故事叫灰云岛，发生在明尼苏达州，是由一个货车司机提供。他说今天自己是因为大雪封路，就走了另外一条道，本身是想帮忙的，也没成想会摊上这种事儿。起因是有一个叫兄弟会的小混混组织在灰云岛附近组织了一个入会仪式，老成员需要让新成员证明自己的勇气。测试方法是从现在的位置经过树林去到规定的地点，路有2条，一条道好走但距离远，另外一条据说闹鬼，但可以省下一半的路程。至于怎么走呢，都可以，只要能到地方，你就是兄弟会的成员了。这4个人分别叫大哥、二哥、三哥和老四。大哥是个刺儿头，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四是个怂蛋，他建议选择保守路线，但那仨人不听，就是要走这条路程短的。之前他们也听说过灰云岛里边有闹鬼的传闻，有说是印第安人坟墓的，有说是外星人实验场地的。大哥、二哥他们根本就不信，觉得这就是不让别人靠近而编造出来的恐怖传说。往前走了一会儿，他们看到了2个拿着火把的人，去到了边上的一个仓库。第一想法是刚才那俩组织的成员，可能仓库就是兄弟会的营地。大哥建议给他们个突然袭击，让他们知道咱们几个是具备入会条件的。二哥、三哥觉得大哥说的对，老四是个小跟班，不发表任何意见。4个人就这么过去了。可等打开门一看，眼前的一幕把他们给惊呆了。是仓库中间掉了个女人，还用头盔挡住了嘴。老四觉得情况不太对，建议他们还是别趟这趟浑水。可一转头又看到了个戴面具的人。大哥比较嚣张，过去质问他到底咋回事，你为啥要囚禁这个女人？要是不说，我让你好看。二哥觉得问事咱也得讲礼貌，你好好说呗，这态度干啥呀？但大哥不听，结果一刀把大哥给捅死了，还要过来杀其他的人。往前一走，不小心踩到了血上，滑了个跟头，面具人就被他们仨配合着给制服了。老四还捡起刀给了面具人一下子。直到现在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啥，只知道死了人，这个女人可以当做目击者，证明他们是正当防卫，所以走的时候就把这个女人给救下来了。见面具人去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仓库这伙人的首领也过来查看了情况。这人叫女狂战，见被绑女人逃跑了，当即下令全军出击，都给我追。而二哥、三哥他们往前走了一会儿，发现路中间有一个大洞，深不见底的，差点掉下去。怎么形成的不知道，干啥用的也不知道，只能从边上绕。同时那俩带着他们来的人也已经到约定地点等了，隐约的看到前面出现了人影，还以为是大哥他们来了呢。可打开车灯一看，来的是女狂战，也不废话，命令手下不留活口。这边的4个人是找到了个房子，户主是个老太太，以为他们是抢劫的，还挺害怕呢。老四说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寻求帮助，现在需要电话、撬棍，最后有枪。看到被绑女人后，老太太也冷静了下来，说电话在左边最里头的房间，工具应该是在地下室，枪我没有，但我闺女给了我个辣椒喷雾，你看看这玩意儿能不能用，要能用你就拿走。完事二哥和三哥就分头寻找去了，刘老四在这看着被绑女人。老太太看他们这么慌张，就准备去烧个水，冲点咖啡啥的给他们喝。趁着水开发出声音这段时间，老太太去了二哥那儿，悄悄地摸到身后，一刀封喉。也就是在死的同一时间，电话打通了。老太太跟警察说是我孙子不懂事瞎摁的，希望警察不要当回事。警察也确实没当回事。其实老太太呀也是女狂战组织里边的一个，知道目标逃脱后准备灭了他们的口。随后老太太关上了房子里边的电源。老四感觉情况不对了，就去找了其他人，也在地下室门口听到了三哥的声音。现在他被锁到里边出不来了，刚要去找钥匙开门，老太太绕到了他的身后，拿着辣椒喷雾照着脸上一顿喷，很轻松的就给制服了。可就在要杀的时候，那个女人过来了，从后边控制住了老太太，最终是用铁链把她给勒死了。
同时三哥也撞开了门，发现老太太和那些人是一伙的，仨人也没耽误，赶忙就跑。从这房子走的路只有一条，女狂战埋伏在了半道，在身后扔了一个旋转飞斧过来，直接砍死了三哥。老四是带着女人跑到了马路上，正好碰到了那个司机，刚想解释，斧子又扔过来了。司机他也害怕呀，就这么的开着车带着他俩走了。驶出安全距离后，老四说了之前发生的事儿，也在车上找了个撬棍帮女人拆下了头盔。但这个女的是个恶魔，在头盔摘下的一瞬间咬死了老四。司机在前座，距离有点远，懒得杀，恶魔就跳车逃走了。司机是拉着老四的尸体来了警局，解释人不是我杀的，我说的这些也是真的。警察表示你杀没杀人不重要，我们关押你也不是因为死人了的事儿。事情其实是这样的，灰云岛上有恶魔，是很久以前开采石灰岩的时候在地上炸出了个洞，恶魔就从洞里出来了。女狂战那些人是世代留在林子里边的守护者，叫灰云战士，他们去杀死恶魔，防止恶魔危害人间。所以你现在犯的呢不是杀人罪，是协助恶魔逃跑罪。那个洞也是最高机密，所以无意发现的人也绝对不能留下活口。 Last thing we need is more outsiders stirring up trouble. That's why we have to keep the gateway a secret. 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佛罗里达州，是通过警察的执法记录仪发现的。那天出去巡查的警员有4个，两两一组，分别是瓦斯和大壮、老黑和老白。他们这儿的民风比较淳朴，能动手解决的坚决不废话，所以4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拉架。没活的时候呢，也会跟小朋友一块踢踢足球、聊聊天啥的。中午总台那边传来了消息，有一个老太太报案说在西北大道9721号发生了入室抢劫，自己家里边的羊被抢走了。瓦斯听到地址后想接这个活，大壮表示这个应该轮到老白他们了，因为上一个活是咱俩接的，所以老白和老黑就去了事发现场。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小男孩，第一句话是问他们为啥那个女警察没有来。老白很不理解呀，你们不是报入室抢劫吗？这跟谁来有啥关系啊？就让小男孩带路，自己先进去调查一下情况，回头再安排人去抓歹徒。入口门上画了个符号，就有点像蜘蛛网。老白再一回头，小男孩不见了，并且房子里传来了嘶吼声，好像是发生了什么危险似的。怕是犯人没走，在里头抓了人质，老黑老白就拿枪进去了。现在的时间是中午11点半，另外一头的瓦斯和大壮是去了餐厅，想着等他们回来一块吃饭。俩人刚一进屋，老黑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控制了，并且还有人关上了门，把他们俩困在了里头。这边的瓦斯他们一直等到快1点的时候，还没联系上老黑和老白。本来瓦斯当时他就想自己接这个案子，所以俩人呢也去了案发现场，准备调查一下。确实在门口看到了老黑的车。瓦斯到了后才知道这个地方以前来过，是因为家事来的。说完呢，还上后备箱拿了个项链，告诉大壮这个房子里有魔法，咱们进去必须得小心。等到了门口，瓦斯用鞋擦去了地上的白线，向神灵请求赐予力量，允许进入房子。刚才那个小孩是在入口处，探个脑袋出来瞅他们。瓦斯表示这个孩子我在20年前来的时候见过。大壮一听，你不是扯淡吗？这小孩他顶多也就15、16岁，怎么可能20年前见过呢？所以就没当回事。在瓦斯进门前，他念了段咒语，告诉大壮这里头跟帕洛有关。刚想解释帕洛是啥玩意儿，门自己开了。不管咋说，先进去看看呗，没准老黑老白他们也在里头呢。可刚刚进入房间后，门又自己关上了，怎么打都打不开。大壮发现所有的窗户都是被木板封死的，并且有子弹孔。木板是从外头钉的，通过这点可以判断，这么做是为了让里边的东西不要出去。随后他们看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散发着恶臭味。现在瓦斯已经感觉到不对了，
想打电话叫支援，但信号传输不出去，并且通道里传来了老白的求救声。怕队友有危险，大壮和瓦斯就顺着这儿下去了。里头的空间很大，还摆着各种各样的祭坛。好消息是之前报警说丢失的羊找着了，是头被砍下来插在了这儿当成祭品。仔细一瞅，不光有动物和水果，还有人的躯体，这就说明是某个组织在用人去献祭。见到此情此景，瓦斯也想起来了，告诉大壮这事儿应该跟我家族有关，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事儿。刚要继续往下说，身后传来了声音，再回头一看，是刚才那个通道被封上了，把他们俩困到了里头。目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条路里还有老白的惨叫声，所以他们就决定看看究竟是咋回事。结果发现里头才是恶臭的来源，中间放个大骨头架子，应该是很多尸体堆积而成的。瓦斯感觉不对，让大壮赶紧走。大壮的意思是，没有找到老黑和老白，我绝对不走，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劝也劝不住，那还有啥办法呀？往里探呗。骨头架子边上有一个盆，里头装满了血，还有血从上边往下滴了下来。抬头一瞅，是老白被砍掉了脑袋，挂在了上面。这一下子，大壮也觉得刚才的话稍微有点不谨慎了。突然身后来了个人，像是个巫师，对着大壮念了段咒语，大壮就被控制了，转身对着瓦斯开枪。瓦斯凭借走位躲过了攻击，还反手打死了巫师，这才让大壮原地不动的。之前那个项链配合着咒语，可以把大壮的意识恢复回来。俩人刚想走，看见骨架中间有一个老太太被绑着。大壮以为这人就是报警丢羊的那个老太太，想给救出来。瓦斯说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咱们赶紧走就对了。也就是这么一耽误，老黑拿个西瓜刀冲出来了，对着大壮一顿砍。瓦斯想帮老黑解控，但老黑被控的时间太长了，解不了。杀死大壮后还转身过来攻击瓦斯。最终瓦斯是把老黑推到了骨头堆上，抢过刀，把刀插到喉咙里，才让他们仨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其实这一切呀，都是中间这老太太弄的。20年前瓦斯的妈妈阻止了老太太，才把瓦斯给救了出来。现在的瓦斯想结束一切，可掀开头巾后，老太太竟然是妈妈的样子，还操控着触手绑住了瓦斯，准备再来夺取他的身体。Continua ولا؟ Sí, mijo. Funcionó。最后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吧，这是一个短剧，第一集14集，就这5个故事，还有个第2季，每集几分钟，2-3集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一季里边我觉得毛线团那个没啥意思，其他的4个还挺好的，可能做成电影的话会更好一点吧。分段式恐怖片，5个周1集，一共能出10集，毕竟每个地方不一样嘛，也不会感觉枯燥。内容上其实挺好理解的，第一个就是欲望啊、虚荣心啥的，第3个就有点像都市怪谈之类的了。所有故事里边，我认为灰云岛那个是最好的。第5个这个伪纪录也是很多伪纪录片里边惯用的套路，相对来说比较普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原片。第2季要不要讲呢？到时候咱们再看。朋友们觉得有意思，那可以点点赞。要是这期视频发出去凉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做第2集了。以后咱们讲这种长系列的电影也是这样，肯定在做之前我会有一个预期，一直低于这个预期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再做了嘛。硬着头皮去讲也是个折磨，别的呢也没啥能说的了。行，那今天的内容啊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观看，咱们下期见。